中国对土耳其的援助还不到1个月，土耳其就翻脸不认人。狗中哈士奇，国中土耳其，这话确实不虚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忠诚 Talk。在土耳其最近发布的总统公告中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，土耳其制定了所谓的定制关税，在对别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10%关税基础上，中国的电动车要再增加40%的关税。无形之中中国企业要面对50%的关税门槛。虽然土耳其人没有明说，但他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，他们不欢迎我们中国的车企。面对土耳其的定制，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就予以反对，并重申了 WTO 的贸易规则，要求土耳其方面对话来解决问题。而相关消息出来以后也让不少人感到震惊。中国对土耳其的救援队撤离土耳其到现在还不到1个月，土耳其就对中国企业出手了。此前机场送行的热闹与现在的忘恩负义做法，不免让人感到唏嘘土耳其还是那个土耳其。回到土耳其这次定制关税本身，土耳其此举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限制中国电动车车企。尽管土耳其可能只是出于经济利益，或者只是一种阻止中国车企占领土耳其的本意，但客观上，土耳其确实是在与西方一起打压中国经济。想想土耳其前不久才刚遭到美国的打压，美国把原本属于土耳其的 F-35生产线转给了德国，同时还因为 S-400的事情，美国针对土耳其的限制始终没有放松。另外，土耳其公开硬怼英法德等国，还军事威胁邻国希腊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土耳其又开始限制中国的车企，这是逮谁咬谁，真不怕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吗？想想曾经土耳其做的那些事情，还是让我们不由得感慨一句狗中哈士奇，国中土耳其，这句比喻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。在最近的一个记者会上，我国外交部长秦刚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，美国要求中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这是办不到的。如果美国方面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，再多的护栏也阻挡不了美国的翻车。我们对强大的美国军事尚且如此，对土耳其的经济斗争应该也会一样。土耳其不要总想着算计中国的利益。此前围绕中国的外交，西方国家曾称之为战狼外交。对此称谓秦刚部长掷地有声，所谓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。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，但当豺狼当道，恶狼来袭，中国的外交官就必须与狼共舞，保家卫国。实际上，中国近几年按下加速键的可不仅仅是外交领域，中国在多领域都取得了美国所没有取得的成绩。土耳其又有什么底气来面对之后中国的反制呢？土耳其现在上演东郭先生与狼，但别忘记了，在这个故事当中狼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孔夫子曾有句话：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现在看来是时候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关于土耳其的叛逆作为，大家有何评论呢？欢迎各位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